大家好，我是黑手阿一。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呢，就是正念。请到这个正念的专家，台湾正念工坊的执行长陈德忠老师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德忠。我们今年呢，跟几个朋友一起去上老师的课嘛。我们去上的时候，其实很难理解什么叫正念。那所以可以请老师跟这个朋友们介绍一下，什么是正念吗？字眼上的意思还蛮容易让人家误会的。其实它的英文叫做 mindfulness。我们直接来做一个试验好了。诸位听众，你现在可以试着眼睛看着荧幕。义武比较帅，我长得不是那么帅，但是你们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同时呢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现在的双脚是放在哪里？你眼睛不用去看脚，眼睛不用看，眼睛不用看。其实我要大家看着我们，不是我有自恋狂啦，而是要做这个试验。其实你眼睛看着这个地方，那你们有些人的脚可能是这个样子，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样子，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样子，那有些人是翘脚，那翘脚可能是左脚在上，可能是右脚在上。但是诸位朋友，你现在有办法觉察到你双脚的状态吗？假设你用感觉的都已经可以知道你现在双脚在什么位置的话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在正念里面了。因为什么是正念呢？正念就是觉察。那觉察的范围很多，也包括这个环境，包括你同事的人际关系，那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心情。所以刚刚的这个小小的练习，其实我们已经在正念当中了。不过比较完整的解释，正念其实是一种当下的有意识的、不带评判的觉察，它就是一个保持留心的状态。哦，那老师，这样为什么要上课啊？都这样听起来的话，如果我知道我的脚就在这里了，那我们上课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培养觉察的能力。培养觉察能力。好，譬如说，刚刚你们知道自己的脚是什么位置，可是10秒钟之后，你又开始分心去想别的事情了。所以我刚刚恭喜大家，就是好像已经进到正念里面来，可是可能只进来的10秒钟。接着呢，我们头脑的惯性又会让你去胡思乱想。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注意力都没有在当下所做的事情上面，包括你现在一边在看，你可能一边在听音乐，可能一边在跟朋友聊天。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小框框呢，只是你众多注意焦点的其中一部分而已。可是怎么样培养我们把心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物上？这个就是我们训练的过程，也是它的目的了。其实不只是关注现在能够关注，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关注、察觉自己的知识，对，甚至自己的心情、自己的想法，对，就是正面的一个锻炼状态。对。那刚刚老师讲到团队，假设我们把这个做法导入企业、导入团队，那对企业的好处或是帮助会是什么？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最佳的典范，然后就是利用正念提供领导力的。老师有一本书叫做《正念领导力》因为企业是由人所组合而成的，那每一个人呢，他一定会有他的行为、情绪，可是所有行为、情绪的背后，其实是我们的大脑。有些员工他可能脾气很暴躁，对客户很没有耐心，那是因为他大脑的杏仁核过于发达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可能记忆力非常的好，那是因为他的海马回的灰质层密度比较高。那也有一些人呢，他的领导力很强，他的前额叶的执行功能很好。那这一些脑神经科学的名词其实都不是很重要，它对企业的帮助是因为它可以去改变我们大脑的执行功能，改变一个人的认知跟情绪的状态。那假设企业从领导者到主管到团队到客服也好，工程师也好，每一个人的品质都能够具体的向上提升的话，那这间企业势必会往更好的目标来迈进。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套就是敏捷这种管理系统，它比较是一个个人的心智训练，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训练。对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训练，这一个人他在几个层面当中基本上会有所提升。第一个是专注力，还有工作效能。那第二个呢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会提升。第三个是他的人际沟通能力会提升。沟通能力。
对，第4个是 resilience， 尤其是疫情当中，很多的企业都面临了一些困境嘛。那一般的状况之下，我们遇到客户被打枪也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可是呢，我们有办法在遇到挫折之后，迅速的再站起来的这种复原力，也是正念可以培养的。那最后就是所谓的 leadership， 一个主管呢的领导力跟影响力，也可以在正念的训练当中，让它变得更有魅力，更有让人家乐于追随的能力。所以有这样子的人力素质呢，基本上是企业所希望追求的目标。哇，刚刚老师提到正念有那么多好处，那从企业的观点，我们就会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那一个人要练习正念，要练习多久？这些好处会慢慢看得到、看得出来的。大概80年左右。80年，好，开玩笑，大概要修一辈子。好，那根据研究呢，快的话3周基本上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标准的课程是8周嘛，那我们也有比较短期的课程。Google 有开发了一套叫做 Search Inside Yourself。SIY 的正念课程，它这2天的时间就可以上完。可是它2天上完之后，它要 follow up 4周的一个 practice。大脑的改变，坦白讲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的。所以训练之后，再加上家里面的自主练习，基本上3周到4周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。所以老师刚刚讲的3周是说每天在家里练个可能5分钟、10分钟，然后这样3周就可以看到改变。对，这样其实那个投资报酬率还蛮高的。那前提是在你知道要怎么每天花5分钟、10分钟之前呢，你必须要先受比较完整的训练，这样子才不会盲修瞎练嘛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如果我只是静坐，就自己坐着5分钟，这样子帮助可能是不大的，是吗？就等于坐在那边胡思乱想，5分钟过了之后就下坐，类似这样子。这样子是不算正念吗？这样子也有一点点沉淀的效果啦，可是距离系统性的学习就还有一段距离。刚老师提到这个 Google 的部分有一个 Search Inside Yourself 的课程嘛，我有听说它 Google 应用就是开会前可能1分钟大家正念一下，然后再开始开会，这样会比较顺畅，然后大家比较说在当下的讨论。对，那想请问老师，因为老师在台湾推广正念好几年，台湾目前业界的正念的推广情况，或是在企业里面应用情况会是什么样子？台湾的本土企业呢，大概是从14、15左右开始留意到正念的这个趋势。虽然减压跟睡眠好像不是企业会觉得很重视的 KPI， 可是我觉得其实对企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